大家好，老韩。5月31号啊，雷克萨斯正式发布了新款的 RX 系列。那今天呢，咱们就来个看图说话，同时呢，就近期我驾驶老款 RX 的一点感受，今天咱们一起来唠一唠哈。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上一代第4代的 RX 呢，是2015年下半年出来的，到目前看正式服役进入了第8个年头。那前2天发布的新款 RX 呢，它是源自于丰田 TNGA 平台的 K 平台。至此，老款丰田的 K 平台关张大吉，兄弟们呢都已经搬到了 TNGA 了。那透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全新 RX 外观呢设计依旧是比较大气的，整体感觉呢更加敦实，更加厚重。在继承了目前雷家最新家族设计元素的同时，也保留了 RX 飞檐符号的设计。只是前脸这额头这设计多少感觉有点像邻居，没有办法，现在世界车坛趋于大同。那现在网上这些朋友大家都是看图说话，信息来源呢都是厂家披露的一些信息。谁要是说的是内部消息或者什么内部有人像这种话大家尽量别信，大家就相信一点，有内部消息的人他肯定不敢往外说。新车在外形尺寸方面，长度跟老款是一致的，宽度比老款宽了1寸，高度降低了 0.4 寸，轴距长了 2.4 寸，后悬缩短了 2.36 寸。可以猜到的是，新款车型进一步拓展了内部空间。新车型呢，自重比老款降低了198磅。那透过内饰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来，内饰与新款的 NX 基本保持一致，就是放大版的 NX 看来雷家的内饰NX 版套娃的时代已经开启。那可以看到，跟老款相比呢，新款里面的屏幕尺寸加大了，实体按键呢减少了，还匹配了雷克萨斯 Safety Sense 3.0 的系统动力总成这块呢，不出所料，全面取消了6缸机。规划动力呢，有入门级的4缸 2.4T 的发动机，叫 RX350， 分成前驱和4驱版本。那 RX350H 呢是 2.5 升做的混动系统，都是4驱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稍微暴力点的版本了，叫 RX500H F Sport Performance 版本，它是 2.4T 做的混动。另外你像 2.5 升做的插电式混动的 RX450H 呢，将晚些时候跟大家见面那其中入门级的这个 2.4T 的发动机，最大马力是275匹，最大扭矩是317磅feet。全新 RX 基础版配置呢，分的就更加细了看来各种手段即将扑面而来。那起售价这块呢，目前官方还没有发布但咱们呢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你像这个图呢，是从2018款开始 RX350 前驱版，也就是入门车型的官方不含运费的 MSRP。那可以看到的是，从20款开始涨价的幅度呢就开始提升，每年每款之间大概涨1000多块钱。22款的入门价是46995，那结合 MDX 的起售价呢是48000， QX60 的起售价呢是47000不到。那我个人不负责任的猜测新款 RX350 前驱版的起售价 MSRP 不含运费大概在48000到49000左右。那至于新款有没有带第3排座的 L 版本，目前尚不清楚我猜呢有，肯定是有。现在呢就是看是像上一代过2年推出来一个 L 版本，还是再出一个全新的车型那现在我们就不清楚了。那至少从这个角度，官方也透出来一个信息，就是3排座的 RX 销量对于 RX整体销量来讲不构成任何影响应朋友的要求呢，咱们今天再细聊一聊这台 RX350这台2022款的 RX350 3.5 升 V6 加 8AT 前驱，配有雷克萨斯 Safety Sense 2.0 的系统，里面包括道路保持辅助、交通标志辅助、主动行人侦测、动态雷达巡航、道路偏移警告、自动远光，配有带后方侦测警告的盲点监测，苹果、安卓手机的有线连接，9个扬声器的音响，8寸的中央屏，双分区的空调，选装了无线充电板，选装了雾灯，选装了20寸的轮子，选装了加热通风的前座椅，选了带感应的后尾门，选了 Premium Package， 里面有木纹装饰、驾驶席记忆、外后视镜和方向盘位置记忆，选了前后泊车辅助，选了天窗和行李架，选了木纹加热方向盘，选完加上运费的 MSRP 是53000元整，这车整车下线于加拿大工厂。那这台 RX 由于它外形设计的比较复杂，东西设计一复杂呢，就显得有点小。
大家都觉得这个 RX 应该跟第一个级别车进行比较哈。实际上，这个 RX 呢，在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型 SUV。当你站到它身旁的时候，去感觉这车也不小哈，其实也不能算小了。它这个最小离地间隙呢，厂家宣布是8.2寸，应该不算低了这个底盘。然后当你坐在这车上呢，它这个座椅把身体托的也是比较高的，整个感觉呢视线不算低哈。这代 RX 车门的下沿啊，也把车体的下沿包上了哈，而且它这个车门关门声呢，比之前那个 ES 能好听一些，最起码呢不是那种哐哐那种价钱比较低廉的感觉哈，最起码声音还是可以的。但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车的车门啊，感觉比较难关，这4个车门都有这个问题啊，你轻轻关车门子呢，就很容易关不上。这个力道还行，这力道就不行了。这力道还行，反正从 ES 出来再关这个车门子呢，多少有点不太习惯啊。那这代 RX 呢，即便在这种低配版本的车上，仍然在前排窗户上使用了双层夹胶玻璃啊。而且这个双层夹胶玻璃呢，感觉也挺厚实。第2排窗户呢，用的就不是夹胶玻璃了，单层玻璃。而且这雷克萨斯车呢，它一直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一直在坚持，就是关窗这个声，就是当这个窗户的玻璃啊快要接触到窗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减速的过程哈。这个它一直在坚持，希望它呢也能保留下去哈。那肯定也有朋友说了，这高端车上不都这么设计吗？这个是肯定有一些高端品牌，所谓的高端品牌，它的车不是这样的哈。当玻璃快要接触到窗框的时候，它有一个减速的过程，这样把声音降到最低。体现了当年雷车的一个匠心精神啊，有一个减速的过程。那新车拿到手之后呢，我都会给车装一个行车记录仪。当然，不管什么车呢，我都去尽量不改变原车的电路哈。不管加装什么东西吧，一定是不改变原车的电路。如果改变电路呢，我就尽量不加装了。你像这个行车记录仪呢，我也是无损走线，把线绕一圈，然后插到前面的口，我就绕一圈，把这个插口呢插到了点烟器上。那在给这些雷克萨斯车装行车记录仪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只要是日本装的车，日本装的雷克萨斯，它这缝啊都特别紧，你都得拿那个信用卡呀，或者拿一种卡使劲往里塞哈，有的呢还不见得能塞下去，还得把这个卡扣啥拽开，然后放在里面走线。当然，拿到美国或者加拿大装的雷克萨斯的产品呢，当走这个行车记录仪线的时候，就感觉到走线往里塞线特别容易啊，基本有的地方你拿手都能摁进去，包括走这一圈也没有什么缝隙特别紧呢，塞不进去的地方，感觉确实多少做工上还是有些区别哈。所谓的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吧。而且这个车拿过来之后呢，就感觉到有些胶皮的地方啊，它没有塞到位。这车的包括这旁边的一圈这个胶皮圈都是我自己拿手掰的啊，才能全部给塞到位，有的地方都没有塞到位。在这车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的是当年比较好的传统坚持下来了，没有被现在降成本这个浪潮给冲击的一些元素哈。当然，我想在新款的 RX 呢，可能就会变了。这个我们在这儿立帖为证，到时候咱对比一下哈。包括它这种顶棚用的还是那种稍微有点绒面质感的布艺材料，并不像现在那种网格状的布艺材料哈，这个是比较有区别的。其实我个人挺喜欢这种手感的，摸上去呢比现在那种感觉手感要好一些。但它这个缺点就是不耐脏啊，当然现在呢也不耐脏。大家看这个车后面的后箱板内衬呢，用的还是这种绒布的布艺材质哈。现在呢，如果说不是太好的车，可能都是塑料材质了；好点的车呢，可能就上皮子了。能够还保留这种绒面的布艺材质的车呢，估计也不多了。那下一代的 RX 我们再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哈。当然，这也不是日系最好的水平。想当年我小时候，我记得日系那个车里面都是那种非常细的那种红色的绒布或者蓝色的绒布包装的，比这个要漂亮很多。当然，能有这样呢，就比现在很多车都强了哈。这车拿回来以后呢，总体感觉没有异响，这个还是挺开心的。然后这2天开，我就总觉得后面哪有异响。完，我有一天就坐在后面听一下，它是这个遮物帘出来的异响啊。然后我就把这遮物帘拿下去了。这是今天拍视频我又挂上了，确实它会出来异响啊。你像雷克萨斯啊，现在原厂出来的车基本都会强行搭送你一副所谓的原厂的那种4季脚垫、胶皮脚垫啊。但实际上那脚垫的味儿特别大，我不太喜欢，而且踩上去呢，稍微你有点水，整个垫会非常滑，我不太喜欢这种垫啊。我还是把这些
这种所谓的像地毯似的这种垫儿换回来了。等如果说有个什么特殊情况啊，或者出去玩啊，大泥地脚、大泥脚什么的，我再把那垫儿换上啊。那垫儿味儿有点大，本身新车就有味儿，再配上那玩意儿，味儿就更大了哈。这车的座椅呢，跟大家介绍好几次了，非常舒服，宽宽大大的，有点像沙发的那种感觉，而且天窗材料呢是不太硬的，是比较柔软的，就像家里的柔软的大沙发的感觉哈。这种感觉呢，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当然肯定有很多人不喜欢。那现在车坛的座椅呢，大家都向那种支撑比较良好的人体工程学座椅的方向发展哈，有点像德系学习的感觉哈。那我们看看新 RX 出来之后呢，座椅是什么感觉的，我们再来进行对比。这车呢，即便它外形做的造型有点复杂，但里面的视线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座椅呢把身体托得比较高，感觉坐在里面呢挺敞亮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可能唯一影响视线的就这个宽大的角度比较大的一个 A 柱哈，可能会遮挡一些视线，但是呢习惯就好了，大家小心点呗。那这车的刹车呢，跟丰田呢、雷家的稍微大点的车还是有点区别的哈。它呢踩着是比较灵的、比较紧的，我感觉比 ES350那刹车踩着还紧，就你脚刚搭上，马上车就有反应，根本不用往深踩哈。那同样的机器放在这个车上呢，比 ES350还要大，我感觉动力上这车不如 ES350，尤其感觉到从静止起步的时候，不知道是故意渲染的噪音呢，还是力不从心的发动机的声音，感觉起步呢不如那 ES350灵敏哈。ES350呢，感觉开起来比这个动力上响应更好一些。那像在丰田家这种6缸机，动力参数呢又不太漂亮，应该在不远的将来都会被那种数据很漂亮的、账面上很漂亮的小排量增压或者小排量加混动给取代了。这个是大势所趋。当然，我还是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哈，至少前期输出是比较磅礴的。快不快咱们讲，我也不喜欢快。大家看这个扶手下面这个棚顶内衬啊，再能看到螺丝眼呢，就说明螺丝眼打的不精准哈，外面那个外附件没有把螺丝眼盖上，这个确实做的有点糙啊。你这个螺丝孔不应该让消费者看到吗？仪表盘呢，这种产品不用讲了，肯定是落伍了。新出来的 RX 呢，高配肯定是一块液晶屏，低配呢是不是一块液晶屏咱不清楚，但肯定液晶屏的面积比这个要大哈。虽然这个仪表盘读数很漂亮哈，设计的也很有层次感，但不得不说它已经老了。但是像这个车机系统呢，这就是之前雷克萨斯上面的一个通用件了。你不管是 ES350也好，还是这车也好，它用的都是一样的了。当然，现在我们看的全新的 NX 呢，它已经换了，功能呢比较多，可交互的项目呢也比这个复杂一些。所以不论怎么样，这种车机系统在未来的雷克萨斯呢，肯定会比这个好。这个呢肯定是落伍的产品了哈。倒车影像也仅仅是能看而已哈，还算是清晰吧。这车这几项配置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哈。这车关于手机的配置呢，上面它这个 CarPlay 啊是要有线的，必须得插线，然后下面呢有一个无线充电板，这面有2个只能充电的 USB， 有一个12伏点烟器。那在中央这个扶手箱里面有2个可以数据交互的 USB， 有一个 AUX， 还有一个12伏点烟器插口。那这样的话，如果我想实现手机 CarPlay， 我就得把线插上，而且要插到中央扶手箱里面这根线。那我既然都插上扶手箱里这根线了，我要你这个无线充电板还有什么意义呢？无线充电板是不是跟手机的无线 CarPlay 配合起来更有意义一些？那这个设计的逻辑，我觉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强行搭送我一个手机无线充电板哈。还是说雷克萨斯默认它的车主有 N 个手机，而且这 N 个手机同时在车上没有电，而且它这个充电口啊，你把下面那俩设计成只能充电，数据交互呢还得到中央扶手里面去找这个2个口，然后前面呢还设计了一个手机插口，这逻辑我也不太懂哈，可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吧。这车空调确实还行哈，因为雷克萨斯这些车呢也没感觉到哪个空调有硬伤啊，空调都挺凉。大家看这个变速杆哈，在雷克萨斯家也好，在丰田家也好，只要它这个变速杆不是旁边带钮的，不带那个锁止机构的，只要它这个头是旋转上的，你新车开回来之后，它这个头啊旋转的都不紧，你都得把这个旋转那个头自己再紧2扣哈，至少得紧2扣。紧到它不能轻易的给它拧动为止，这才能保证大家平时的行车安全哈。要不然所有新车拿过来，它都给你拧的不是很紧哈。你像这个车呢，你就把这个下面这个皮套往下一掰，然后上面就可以拧了。然后有的呢，
是你在拧的时候呢，下面这个皮套不跟着转哈。但是新车回来，只要旁边不带这个锁止机构的，因为带锁止机构的你是拧不了的，只要是不带锁止机构的，回来都得多拧2扣哈。这个车呢，把电子手刹 Auto Hold 键都放在这了哈，因为像这日系车，它是每次上来 Auto Hold 键都得重新启动，所以你放在里面呢，多少有点远。你像 ES 呢，它就放在这个位置，触手可及哈。那目前看呢，车坛上这些车 Auto Hold 功能大概有2种触发方式。你像这个车呢，它的触发方式，它的启动方式，就是在你行车的过程当中，然后你把车踩刹车踩停了，车辆处于静止的状态。你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一段时间，它这个 Auto Hold 功能就会自动启动。但是目前车坛上还有一种流派，就是当你在行驶过程当中把这个车踩刹车踩停了，踩到静止的状态，但是你脚必须踩到一个点，踩到一定深度，它才会启动这个 Auto Hold 功能。那如果你没踩到那个点，你没踩到足够的深度，哪怕你脚在上面待再长的时间，它也不会自动启动这个 Auto Hold 功能。那这是目前我过手的这些车大概2种 Auto Hold 功能的触发方式。那像这个车自动远光的启动呢，它还是停留在雷克萨斯、丰田之前的那个版本，但是我觉得它比我那台 TNGA 350的那个远光灯自动远光灯使用方式啊要舒服一些啊。它的方法呢，就是在左面有个钮，你把这个自动远光灯钮放下去之后，你就不用管了，它就能完全实现在灯光不足的时候给你自动启动远光灯哈。那 ES350 呢，是你把自动远光灯的钮按进去之后，然后还要给它掰到远光灯的位置，才能启动自动远光灯哈。你如果要不把这个灯光掰杆掰到远光灯的位置， ES350 是无法启动自动远光灯功能的。所以那个 ES350，即便它是 TNGA 平台的产物，但我觉得这个功能呢，没有这个车好用哈。这个车呢，感觉到方向盘特别轻哈，比 ES350 要轻很多。当然，在低速的时候呢，它特别轻，这样它可以保证很多女性朋友在开这个车的时候没有任何压力哈。但是它在高速的时候呢，这个方向盘转着呢，没有 ES350 那么稳。这个车的方向盘感觉呢，就有点像老年丰田那种比较轻飘方向盘那种感觉啊。而且这个方向盘呢，你会感觉到车辆的震动啊，即便在怠速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车辆的震动。但在 ES350 上呢，那个方向盘抓着，你很难感觉到车辆的震动。上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一如我预料的一样，有很多朋友都问我，新款马上出来了，为什么买个老款？这个我在上个视频里已经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就是我对这种事儿的态度，还有对一些电子产品的态度，就是你有需要就买，先买先用，再出再说。如果大家能等，大家的需求不是很迫切，那还是等一等。新款肯定比老款好，这事儿定了。要不人换代干什么呢？也不能越换越不如以前，对不对？那如果有朋友现在是刚需呢，我觉得买也不成问题，毕竟它还有它的闪光点嘛，就是它的6缸发动机。那如果有喜欢6缸发动机的朋友呢，又喜欢这个 RX， 就可以买这个车哈。那按照雷克萨斯家族的打法，在正常年景下哈，我说的是正常年景，发布了一款车之后，紧接着没有多长时间，新车就会陆续到店呢，他家动作还是比较快的。但是现在呢，介于这种不太稳定的市场供应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啊。像今年，像这2年的车事，谁又能说得清呢？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 RX 这款车作为雷克萨斯家族的利润与销量双担当，它不会怠慢的。我想大家也会很快就会跟新款的 RX 见面了哈。所以能等你就等，不能等你就买，不要有任何顾虑。所以花钱买车是一个快乐的事儿，大家不要让这种事儿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烦恼、更多的困扰哈。想买就买，不想买就拉倒。还有呢，就是有朋友问我这个 RS 和 GX 它俩之间怎么选择。这个事儿呢是老生常谈了，在我之前呢每个 GX 视频里基本都会聊到这个问题哈。你像 GX 车呢，它是非承载式车身，带大梁的，后轮呢是非独立悬挂的8缸机，这些呢俨然都是 GX 非常有特点的项啊。大家如果能够接受这些项，说明你喜欢这个车。那如果不能接受这些项呢，这个车肯定不是你理想的车哈。GX 甭管它怎么包装，它也是一款特点非常鲜明的一款车。即便把它粉饰的再豪华，它的根儿里呢，它的骨子里呢，也是越野车出身哈，并不像现在这些以公路行驶为主的 SUV 的设计感觉。就像之前给大家录那个 Forerunner TRD Pro 似的，它在公路行驶上行驶质感很一般，但是一到那种非铺装路面上，那种铺装路面不是太良好的路面上，它是如鱼得水哈。这个呢，就是这种硬派越野车，这种带大梁的车跟这种公路 SUV 最大的区别啊。越有特点的产品，
喜欢它的人是越喜欢，不喜欢的人呢，能说出来100个理由它不好。所以那个 GX 只留给喜欢它的人。而你像这个 RX 呢，它是承载式车身，4轮独立悬挂，主打公路城市 SUV。它在这种城市里啊，这种铺装良好的路面上行驶的品质要好于 GX 哈，开着呢要比 GX 舒服很多。但是你要让它去越野，即便拿是4驱的越野，当然我不知道它灵不灵啊，我没试过，因为我这2驱的肯定是不灵了。4驱的这车到野外去豁去，能不能豁，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我想它豁起来应该没有 GX 没有 Forerunner TRD 舒服哈。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去试驾一下 GX， 你多跑一下什么 local 啊，多跑一下高速啊，它的那个转向力度，它的那个油门踏板的感觉，它的刹车踏板的感觉，它行走起来车身颠簸那种感觉，你能不能适应？你如果能适应 ，GX 就是你的菜；如果不能适应 ，GX 就不是你的菜。还有一个问题，那8缸的油耗你能否接受？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啊。这个车呢，现在已经是我的了，所以我会经常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时的感受到的一些心得哈。当然拿到新款 RX 之后呢，我也会尽快的把这车和这个新款车在一起跟大家比较，跟大家聊一聊哈。当然像我这种小咖，什么时候能拿到车就不一定了。以上视频谢谢大家。